注中美关系。新任驻美大使谢锋向美国总统拜登递交国书，拜登对谢锋履新表示欢迎，并就中美关系与谢锋进行交谈。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关系止跌回稳，有助解决更多的全球性问题。而针对2月份的所谓气球事件，美国国防部终于承认错误，证实中国的民用无人飞艇没有收集情报。但美国卸下一个外交包袱，又背上了另外的包袱，宣布对台军售等损害中美关系的举措。美方说一套做一套的老戏码仍在上演。6月30号，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中国新任驻美国大使谢锋递交国书。拜登欢迎谢锋履新，并就美中关系与谢锋进行交谈。谢锋表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第12任特命全权大使，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成功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中方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共识，探索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正轨。谢锋向拜登递交国书的新闻照片有诸多细节值得放大解读。深圳卫视注意到，谢锋大使和夫人身穿中式礼服前往白宫。谢锋大使一身蓝灰色改良版中山装，沉稳大气。谢锋大使的夫人则穿了一身刺绣红色旗袍，尽显国潮风范。大红色的国书也制作考究，金色烫印国徽，十分庄重。谢大使和夫人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的中山装与旗袍到白宫，无疑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礼仪、大国风范和大国自信。如果说旗袍展示了东方的风韵，那中山装的选择，我认为还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今天的中美关系仍然处在关键时刻。国书是由派遣国国家元首至接受国国家元首的正式文件，简单来说是一封介绍信。重要外交官履新后，先安排递交国书副本，再另行安排时间向接受国元首当面递交国书正本。谢锋大使抵美后第3天，也就是5月25号，已经向美国国务院礼宾司司长吉福德递交了国书副本。按照美国国务院的礼宾规定，递交国书正本时可以携带家属，但不可以携带使领馆工作人员。值得注意的是，谢锋大使这次是单独向美方递交国书。有观察指出，由于元首工作繁忙，一般是安排统一递交。例如4月24号，70位外国驻华大使在人民大会堂集中递交国书，而单独递交显示了外交礼节上的重视。据前外交部长李肇先回忆，他出任驻美大使时，原定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会见5分钟，但由于双方弹性较浓，延长了4分钟。照片显示，这次谢锋大使在递交国书后，拜登总统双手握住了谢锋的手，两人面露笑容，气氛融洽。观察指出，拜登总统向中国大使表达善意，传递出希望加强与中国沟通的信号。谢锋是第12任驻美大使，于2023年5月23号抵美履新。他的前一任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谢锋抵达美国的当天表明，我为捍卫中国利益而来，为增进中美交流合作而来。谢锋在美国1个多月来参加多场活动。6月28号，他在出席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会员企业早餐会时表示，希望工商界做中美关系负责任的攸关方，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回归正轨。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递交国书之前4天，6月27号，谢锋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通电话。谢锋强调，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按照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等重要敏感问题，加强对话，管控分歧，开展合作，争取中美关系逐步回归正轨。谢锋一再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凸显了中方对核心国家利益的关切。事实上，从拜登早前放话中美关系回暖，到近期中美高层的密切互动，尤其是布林肯访华，美方不断释放寻求对话合作的积极信号。然而，正如谢大使在履新时所强调的，当前的中美关系仍面临严峻挑战，只有美方真正拿出实质性的行动，而不只是象征意义的信号或说辞，中美关系的解冻才可能真正实现。
今年2月，美方恶意炒作所谓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给中美高层交往制造障碍。分析认为，美方不端正心态，彻底卸下这一对华外交包袱，将持续影响对华关系。5月，拜登赴日本参加广岛7国集团峰会时，用傻气球事件来间接承认错误，给布林肯访华解套。而在美国军方用导弹击落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近5个月后，事件的始作俑者美国国防部也首次正式认错。6月29号，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回应美媒报道时承认，今年年初被美方击落的中国民用无人飞艇在过境美国以及飞越美国上空时，并没有收集情报，是美国军方搞错了。深圳卫视注意到，虽然莱德承认美军犯下的错误，但仍无理搅3分，宣称美国知道中国气球有情报收集能力。最后，他还为美军当时悍然出动 F-22发射响尾蛇导弹击落气球的恶劣行径找借口，称美国是用击落气球的方式来减少其收集信息的可能性。分析指出，此前美方说飞艇是祸，是因为美国的军工集团、共和党保守派等都希望影响美对华政策，频繁向美政府施压。现在又出来说飞艇无辜，原因也不复杂。白宫想适当管控中美关系风险了，不愿两国直接走向对抗冲突，就出来找补。关于这个气球事件的表态很明显，他是想要降温让这个事情翻篇。随着布林肯访华以及两国关系开始逐渐的回暖，那么现在他等于说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国内政治这样一个极端的甚至歇斯底里的这种反华的情绪，毫无疑问是导致过去这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非理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很多可以推进的议程呢被迫的延后，所以呢现在在这样一个现实的利益面前，他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让。6月28号，布林肯谈及中美关系时表示，要与中国和平共处。What is a realistic goal f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There's, at least in the near term, maybe even in the lifetimes of most people in this room, I don't think a clear finish line. This is more about getting to a place where we have peaceful and maybe somewhat more productive coexistence between us. Because the bottom line is this, China's not going away, we're not going away. So, in the first instance, we have to find a way to coexist and coexist peacefully. 观察指出，布林肯这种说法可能是在修复他之前的失言。6月25号，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声称，美方将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说中方不喜欢的话，令舆论哗然。中美关系呢，现在越来越被美国的国内政治所绑架。他说美国仍然要继续做中国不喜欢的事情。那么很明显呢，这句话其实也是说给他的国内听的。比如说，现在共和党的一些极端的反华派、强硬派像这个共和党国会议员麦考尔就站出来，这个批评拜登政府在对华示弱。从国内政治角度来讲，他需要适当的展示对华强硬。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方在卸下气球事件外交包袱的同时，又背上更多的包袱。据彭博社报道，白宫即将批准一项涉华行政令，旨在监管乃至切断美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对华投资。美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拉了9名议员，还施压布林肯，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续签即将到期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阻拦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实际上，这一协定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批政府间协议之一，每5年续签一次，40年来从未间断。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浩对深圳卫视表示，美方一边说要在激烈竞争中与中国和平共处，一边高筑规则之墙，力阻中国主导高科技产业，嘴上说要维护两国关系，实际却在谋求脱钩断链。拜登政府屡次强调的中美现在战略竞争的核心是科技是经济，所以接下来我想他可能琢磨更多的还是怎么样围绕对华技术管制科技脱钩封锁打压来做文章。包括我们看到他最近跟韩国方面、日本方面、荷兰方面的一系列的动作，就表明了美国仍然在朝着这个对华科技冷战这个方向在走。跳过这个双边的层面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多边的激战，比如说他在搞的这个芯片四方联盟这都是针对中国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研判，中美对布林肯最近一次访华是较为肯定的。但问题是，访问结束后，美方似乎没有朝着中美双方共识的方向前进。这就使得这访问大家就要问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还是要加强双方之间的战略沟通
要真正建立起对彼此正确的认知，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这个准确的判断，然后要采取行动，防止一些敏感问题成为爆炸性的问题或者失控，然后在可以合作领域要尽量推动合作。拜登政府他要想真正的通过同中国的合作来实现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目标的话，那就要有点诚意就是说要想合作，那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两国元首在去年这个巴厘岛峰会达成的共识，按照这样的一些原则去一项一项去落实，而不要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否则的话任何的合作都是不可持续的。7月1号有2部重要法律施行，分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2部法律为大国外交稳步推进保驾护航，并丰富了反制外国长臂管辖的法律工具篮子，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再添利器。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法律学者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是中国首部基础性、纲领性、综合性对外关系法律，是完善涉外法律体系、提高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成果，堪称中国对外关系立法里程碑之作，对外部势力滥用长臂管辖起到反制作用。本国法域外适用制度是涉外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外关系法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黄惠康指出，对外关系法首次以法律形式写明中国法域外适用制度，并对外国国家、个人或组织的反制和限制措施作出原则规定，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从而构建起中国法域外适用的基本法律制度框架。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表示，中国的对外关系法规定加强涉外领域法律法规的实施和适用，与个别国家依据其国内法搞长臂管辖完全不同。后者是霸权主义的表现，作为受害国之一，中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多年来，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予以反制，并依法对相关国家的实体或者个人采取反制措施。这呢是中国全面加强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来提升涉外执法的司法效能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这是中国涉外法律工具箱迎来的一大重器。那么中国全面推进全方位的大国外交，践行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有了强大的法律武器。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关系法由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次会议于2023年6月28号通过并公布，3天后，也就是7月1号起实行，速度很快。全国人大法工委负责人表示，中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他透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坚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作出重要批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越来越高。对外关系法的实行有助中国更好地担负起大国责任，维护大国形象。然而，作为一部几乎所有国家都订立的基础性法律，美西方舆论却不断攻击抹黑中国的对外关系法。对此，全国人大法工委强调，对外关系法是一部促进友好交往的法律，是一部扩大对外开放的法律，也是一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法律，将助力对外开放深入推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关系法的第44条还标明，国家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推动世界更好了解和认识中国，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这也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首次被写入国家法律。6月29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也对此作出声明。制定对外关系法，体现了中方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反映了中方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期待。7月1号起实行的另一部重要法律是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国际法律界的共识是，反间谍法是大国强国的标配。近年来，中国反间防谍面临的局势严峻复杂，因此有必要根据最新情势，对间谍行为进行重新定义，以便打击针对依托大数据手段和智能技术实施无接触窃密等新型间谍犯罪。除了网络攻击、
新法还明确，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属于间谍行为，适度扩大相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围，增加针对第三国的间谍行为。近期执法部门公布的一些间谍案件令人触目惊心。张某是辽宁省大连市的水产养殖户。2019年6月的一天，张某的养殖场来了几个人，一名本地男子称想在张某的养殖场安装一套水质检测设备。张某表示，他当时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对方的安装请求，但他很快发现不对劲，赶紧向国家机关进行了举报。他测序海水数据和海水养殖的数据不相符。所以我以为它这个东西不对劲了，我以为这个东西啊，它不是搞水产用的。我把它拆开大家看一下，在它的路上还有一个安装了一个360度无死角的一个探头，海面上发生的细微的变化，它都能及时的观察到。国家安全机关还从张某养殖场的一根电线杆上发现了一套海空监控摄录设备，该设备上空经常有我国战机训练，附近海域又时常有军舰行驶，对我军战备、演训安全造成了威胁。这3组部件表面看呢都是很普通的，实际上他们都是进行了巧妙的伪装，测距距离是在25公里以上，而我们普通的摄像头就是几百米而已。根据张某的举报，国家安全机关顺藤摸瓜，迅速将正在某地安装窃听设备的金某等4名外籍人员当场抓获。2020年6月，国家安全机关对金某等4名外籍人员依法作出处理。对于主动举报的张某，国家安全机关则给予了2万元奖励。当地时间6月30号，为期2天的欧盟夏季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落下帷幕。除了俄乌冲突和经济问题外，对华政策也是峰会的一大焦点。欧盟领导人试图在对华外交政策上降温，但其盲目追随美国对华所谓去风险，正在伤及自身利益。荷兰政府给该国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对华出口设置障碍，就是强推所谓去风险的错误举动。中国商务部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6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欧盟刚刚结束了有关欧盟与中国关系的讨论。米歇尔做出了一些积极表态，他说，增强双方经贸关系的可靠性、稳定性，更好实现互利共赢，是欧盟与中国的共同利益。欧盟将继续与中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深圳卫视注意到，欧盟夏季峰会公布的声明文件将欧盟的对华政策概括为所谓3重定位的立场。中国既是欧盟的合作伙伴，也是欧盟的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德国媒体称，虽然声明的文本里使用了制度性对手的字眼，但它排在伙伴和竞争者之后。实际上，中方对欧盟所谓的对华3重定位早有回应。外交部表示，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3重定位本身就自相矛盾。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欧关系，视欧洲为全面战略伙伴，对欧政策保持稳定连续。欧方的立场上面来说，更加强调了合作，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合作摆在了前面。同时呢，它也是淡化了中欧之间就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这个分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一次的峰会也是体现了在一些欧盟务实政治家的推动下，那么中欧之间共同促进合作加强沟通与接触这个意愿是明显的上升。在这次欧盟夏季峰会召开前，米歇尔就在邀请函中表示，这将是一个重新确认欧盟对华统一立场的机会。欧洲舆论指出，欧盟领导人希望在对华外交政策上降温，以继续同中国合作。政客新闻网欧洲版披露，在峰会召开前夕，欧洲理事会内部正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即赞成保持对华外交和平。德国一直以来也担心欧洲过于强硬的对华政策会影响商业利益，而法国则对欧盟效仿美国的对华政策持怀疑态度，认为中欧产业链合作不可或缺。欧盟跟中国之间巨大的这种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是不可否认的。欧盟内部一些比较成熟稳健的成员国跟这个政治家起到了非常积极的这个推动作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中欧之间在近期也是进行了相当紧密的相互的接触活动。这些因素呢，都进一步的推动欧盟以更加务实、更加多元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中国和中欧关系。
虽然总体氛围积极，但欧盟夏季峰会强调的去风险值得警惕。这显示这一外交辞令正成为今后欧盟制定对华战略的指导思想。深圳卫视注意到，峰会联合声明一方面强调继续保持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减少欧洲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欧洲舆论认为，对欧洲政客来说，处理对华关系以及经济去风险化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他们面临着来自美方的压力。中国国委员兼外长秦刚上月访欧时指出，谈论去风险，首先要思考什么是风险，风险在哪里。他提醒称，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就是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大使日前也强调，欧盟不应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混为一谈，从而损害自由贸易。美国的这个去风险化，在服务于它谋求霸权、遏制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意图，那么实际上呢，会造成这个世界经济上面的这个分裂，以及给目前仍然处于紧张局势的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造成更大的这个冲击。更值得警惕的是，欧盟的去风险正在落实。6月30号，荷兰政府颁布了有关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的新条例。根据新出口管制条例规定，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需要向荷兰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才能发运最先进的浸润式 DUV 系统。荷兰政府将决定是否授予或拒发出口许可证，并将向阿斯麦提供许可证所附条件的细节。阿斯麦公司称，其 EUV 光刻系统在此前已经受到限制。由于阿斯麦公司在先进光刻机领域的垄断地位，荷兰政府此举势必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布局与稳定性，并对中国半导体企业的发展构成影响。深圳卫视注意到，仅仅在半年之前的去年底，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还对媒体强调，荷兰不会照搬美国的对华政策，我们会做出自己的判断。但在美方施压下，目前态度已经转变。对于荷兰的做法，7月1号，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近几个月以来，中荷双方就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开展了多层级、多频次的沟通磋商，但荷方最终仍将相关半导体设备列管，中方对此表示不满。近年来，美国因维护自身全球霸权，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甚至不惜牺牲盟友利益，胁迫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实施半导体打压围堵，人为推动产业脱钩断链，严重损害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欧盟夏季峰会闭幕，对华战略去风险一说正式被写进了峰会声明中。那对此您怎么看？其实前一段时间，中国对欧盟外交战略的主攻方向就是反对其提出的所谓去风险。然而让人感到遗憾的是，这3个字最终还是被正式写进了欧盟峰会里面。而在我看来，对华战略去风险一说，只不过是欧盟内部对华强硬派精心玩弄与包装的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语言诈术。它的来由是这样的：早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曾经提出了对华经济全面脱钩的说法，但是由于中国与世界经济，尤其是中美经济联系实在是太过紧密，美方压根就做不到。于是拜登上任之后，修正了特朗普的说法和做法，将对华经济政策由全面脱钩改成了部分脱钩，也就是要在芯片、5G 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内对华脱钩，并企图说服欧盟接受美国的做法，跟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但是以法国为首，在对华经贸交往中受益颇多的部分欧盟国家表示反对，并因此引起了欧盟内部的分歧与分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为首的对华强硬派便提出了对华战略不脱钩，但要去风险这么一说法。这一说法提出来以后，很快便得到了拜登政府的肯定，同时欧盟内部的反对声音也变弱了。那冯德莱恩提出的对华战略不脱钩，但要去风险，最终为何会获得美国的支持以及欧盟的不反对呢？我认为冯德莱恩提出的对华战略去风险说，之所以会获得美国的支持，是因为从本质上面来说，去风险说其实就是拜登政府部分脱钩论的翻版，或者说是新瓶装旧酒。
因为拜登政府与欧盟内部的对华强硬派都认为，由于西方与中国存在着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上的博弈，在这种情况下，跟中国在芯片、5G 技术等高科技领域的整合合作，以及在部分产业链上对中国存在的依赖，最终就会危害到他们的经济霸权，并进而危害到他们所谓的政治安全。于是，具风险就意味着必须要在这些领域内跟中国脱钩。所以，拜登政府对此是心领神会的。冯德莱恩提出的对华战略不脱钩，但要去风险说，之所以能够富有整个欧盟，是因为人性都是自私的，都是趋利避害的。欧盟对华战略无论是全面脱钩还是部分脱钩，都会损害到他们自身的利益，所以会引起一部分欧盟国家的反对。而去风险说，这把原本损害欧盟利益的行为包装成为了为了欧盟的利益，为了防止欧盟在政治和经济上陷入所谓的风险。也就是说，以冯德莱恩为首的欧盟对华强硬派正好抓住了这一人性弱点，在话术上进行了一个精巧的包装，于是原先反对声音在欧盟内部立马就弱化了。就连德国总理舒尔茨都带头站出来呼吁欧盟的企业在对华投资的时候要带头去风险。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原本存在分歧的美国与欧盟以及欧盟内部，终于在要跟中国部分脱钩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我们看到，除了正式提出去风险说法之外，欧盟夏季峰会的联合声明在对华关系的其他方面措辞还是相对温和的。那对此您又怎么看？我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呢，主要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是在中美欧这一对三角关系上，不仅中国在拉拢和利用欧盟来反制美国，欧盟内部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利用中国来牵制美国，以一方面尽可能的维持欧盟战略上的自主性，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尽可能多的向美国讨价还价。第二，由于俄乌冲突仍然在紧张激烈的进行中，在中俄欧这一对三角关系上，欧盟也不敢过分刺激中国，以免让中俄关系进一步走近。因为中国的取态对于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来说，实在是太关键了。第三，这是因为在欧盟内部也面临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困境。众多那些主张对华强硬的国家，最为担心的就是中俄关系进一步走近，会让俄乌冲突出现不可预期的变化。这就给了那些包括法国在内主张对华友好的国家一个牵制中东欧国家的机会。好，谢谢。继宁德时代之后，又一家中国企业与玻利维亚政府签署锂资源开发合作协议。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坐拥全球最丰富的锂矿资源，却因技术、基础设施等原因，迟迟未形成工业化开发。面对美西方抹黑中方投资，玻利维亚政府表示，随着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世界对锂的需求正在突飞猛进，玻利维亚不想落后。玻利维亚政府当地时间6月29号宣布，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已与中国中信国安集团、俄罗斯尤伊集团签署协议，在锂资源开发、提炼、加工和销售方面开展合作，总投资超过14亿美元。据介绍，中方和俄方企业将分别投资8.57亿和5.78亿美元，在该国西南部乌尤尼奇大帕斯托斯盐沼附近建设2家采用直接提锂技术的碳酸锂提取工厂。这2座工厂预计将在未来3个月内开工建设，有望于2025年建成投产。届时，每座工厂的年产能预计可达2.5万吨碳酸锂，合计每年增加5万吨碳酸锂的出口量。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在签约仪式上感谢中国企业的积极参与。他强调，世界对锂的需求正在突飞猛进，玻利维亚不想落后。玻利维亚的锂矿储量占全球1/4。根据计划，该国将于2025年超越智利，成为南美第1大锂资源出口国，以此刺激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早在今年1月，包括宁德时代在内的中资企业联盟就与玻利维亚国家锂业公司签署了类似的框架协议，成为波盐湖锂资源开发战略首个合作伙伴。路透社称，此次签约是继1月的协议之后，中国政府在锁定电动汽车金属供应中的又一次潜在胜利。这一次投资显然呢带有很强的战略性和市场性或者市场化投资。
如果说未来这个全球的锂需求满负荷上升的话，那么这里有可能发展成今天的中东，也就是说石油领域的中东和未来领域这个锂领域的这个南美，将来会发展出什么样一个市场格局？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锂被誉为白色黄金，是新能源的重要代表，广泛应用于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目前正快速扩张的电动汽车行业，已被世界多国列为战略性金属。玻利维亚的锂矿资源属于国有，实行特许经营，商业开发项目准入门槛较高。分析认为，不是玻利维亚不想开采，而是发达国家不愿意输出技术，严防发展中国家获得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技术。因此，包括玻利维亚在内的南美国家对锂矿资源开发长期持保守态度，但美国长期批评玻利维亚等国的做法。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劳拉·理查森曾声称，通过国际合作开发锂矿的政策威胁到美国利益。对此，玻利维亚政府多次强调，如何开发和利用锂矿资源涉及主权，不容美国干涉。该国总统阿尔塞还表示，将与阿根廷、智利和秘鲁合作成立锂版欧佩克，并直言不希望我们的锂矿被任何发达国家视作囊中之物。可以说，像绿色能源转换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到来，它这个里头的蓄电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油到电的这种转换的过程中，未来的锂电池这一块的发展呢是非常有前景的。所以锂的需求呢，应该说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这样大量需求的时代呢，可能会催生新的这个锂储量的这个国家呢，要加大投资。对于锂版欧佩克，美国则已组建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加以应对。除了美国，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等6个国家联合发起。美国主导的可持续关键矿物联盟打出了推动矿产采用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包容性和负责任的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高大上旗号，被认为是进一步扼住对锂版欧佩克等发展中国家联盟的技术瓶颈。分析指出，关键矿产竞争本质上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的延伸。在部分发达国家看来，作为全球关键矿产的主要消费国之一，在新能源汽车、高端制造、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技术领域快速崛起的中国带来的需求，加剧了部分关键矿产资源供应的紧张形势，也对西方国家关键矿产供应构成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去年8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包含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条款，但列明只有使用在北美地区制造或组装的电池部件才能获得补贴，实际上是一种经济胁迫措施，胁迫全球锂电池产业链向美国转移，目的是削弱中国在动力电池领域已获得的全球优势地位，并进一步遏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近日报道称，能为新能源汽车制造电池的国家将享有几十年的经济和地缘政治优势。到目前为止，这场竞争的唯一赢家是中国。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国，全球排名前10的车用动力电池企业中有6家在中国。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2022年，中国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超过700万辆，占全球总量的2/3。外界注意到，在保持技术、产能和市场优势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店大欺客，而是在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保持开放。值得一提的是，全球新能源汽车巨头美国特斯拉公司于2013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建有超级工厂。近日，特斯拉 CEO 访华时又宣布新建一座储能产品超级工厂。特斯拉在华产能和销售都持续获利多年，是中美新能源开放合作实现共赢的典范。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推评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中俄联手开发玻利维亚锂矿引起西方世界的关注，那对此您作何解读？主持人好，路透社给出了这么一个逻辑链：第一，金属锂是清洁能源的白金；第二，玻利维亚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锂矿资源；因此，第三，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可能提前锁定未来电动交通领域的胜利。这个逻辑链是正确的。但要我说，眼光还不够长远。布局全球最大的锂矿资源，中国要锁定的不只是未来电动车领域的胜利，还有未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问题。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首先理解美元何以成为世界货币。1971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不再与黄金锚定。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稳定美元的价值，和沙特阿拉伯达成了秘密协议。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武装沙特军队，并确保沙特在海湾地区的领导地位。作为回报，沙特所有的石油出口必须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美元最终成为了国际贸易的主流结算工具。而重新在石油的计价和交易货币上做文章，也很难撼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因为一来，石油虽然在30-40年前成功将美元送上神坛，但如今石油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已经大幅降低，占比从之前的20%以上降到如今的6%左右。石油已经无法造成新的货币。所以说从更大的格局来看，锁定锂矿资源等于锁定新能源，对冲美元的霸权吗？这就是为什么中俄要联手布局锂金属产业。中俄布局的不仅仅是所谓电动车领域的胜利，而是潜在的下一个时代的大宗交易品，下一个可以造神世界货币的神坛。如果说20世纪属于化石能源，那么21世纪则属于新能源。我相信，至少目前而言，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锂矿听起来虽然豪迈，但也许还不能改变什么。因为下一个时代可能不会再出现像石油那样一种单一的大宗交易品就可以将某种货币送上神坛，而是代之以新能源为核心的资源与技术与产业相结合。谁有效主导了这种结合，谁就能推动新的世界货币诞生。我们正在见证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发达国家围绕未来能源乃至是未来国际贸易体系核心的较量。锂矿只是一个开始，我相信接下来一定还有更激烈的争夺。好，谢谢。